一看，这个超帅飞行员有着重度的强迫症，他是陆航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部长。他是个钢铁直男，却被无数空姐所爱慕。好帅啊！他结婚了吗？当然没有了。这么优秀的男人，要是结了婚，要让姑娘们梦碎一地啊！他凭实力让自己年年升职加薪。这2年，南亭干得不错，咱们公司也确实需要这样有为的年轻人挑大梁。刚开始奔四的老布是要在钢铁直男的路上走到尽头，岂料刚发完毒誓的老布就遇上了未来的老婆小程。这女人老牛逼了，她不仅是陆航唯一一个女飞行员，还是第一个敢直对老布的人。老布之所以要与她交谈的原因，竟然只是因为刚刚在塔台通知停飞的最后1分钟，小程在用战斗民族的方式强行降落，这让有着强迫症的老布十分难受。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啊？当时的侧风是15米，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天出跑道。陆航最强杠精表示不接受。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落地的时候，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摆正方向，落得稳稳当当。他觉得自己的操作高端大气上档次，他认为老布在嫉妒他。2人的第一次碰面就这样不欢而散。随后小程来到外面等车，结果等了足足半个小时也不见有人接单。就在他被大风吹得发抖之时，一辆轿车向他缓缓驶来。小程低头一看，竟然是老布。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我要回公司，可以捎你一段。没事儿，顾部长您忙，我已经打到车了。小程不废话，直接拒绝老布，但帅不过3秒他就后悔了。哎，等一下！顾部长，您能不能把我捎到市里？我有点急事儿。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乘客要讲诚信。哎，老布果然是钢铁直男王中王。你什么人呐？随后老布先是来到公司安排了一下工作，尽快替8365申请直飞汕头的航线，机上部分飞潞州的旅客立即协调，把他们改进到明天最早的航班。行，那这样的话大家应该都没意见。8834航班今天可能回不来了。我记得机库里有架刚完成维护的飞机，用它顶上。可以。接着老布掐准10点整回到家中。我回来了。欢迎回家。除尘仪启动，灯光正在打开，室内温度23度，湿度50%，很舒服用。一个资深的钢铁飞行员，不仅要在工作上严谨行事，就连生活上也要完美无缺。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养了一堆植物，每天都会在里面瞎忙个把小时。只要看到有一片叶子坏掉，就会马上用剪刀把它咔嚓掉。做完这一切后，他又会来到衣柜前，看着8件款式一样名牌西装，轮流每天穿一件，真是一个超级强迫症。他是一个超级强迫症机长。顾部长好。早。你头发怎么回事？副机长只因刘海遮住了眉毛，就被老布要求去削发为僧。可是马上到点要飞了，我回来再去练。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算你迟到1次。今天的航班任务取消，停飞1周，回去做检查。面对强势的老顾，副机长不敢回怼，一旁吃瓜的空姐和观察员赶忙整理着装，但观察员还是疏忽了细节。徽章呢？由于太过紧张，还不小心被徽章别针划破了手指。老布表示对方弱爆了，随即走到前台拿了一张止血贴。观察员受宠若惊的结果。谢谢顾部长。好帅啊！他结婚了吗？当然没有了。这么优秀的男人，要是结了婚，要让姑娘们梦碎一地啊！另一边，小程为了庆祝自己即将升职，拿出了全副家产按揭了一套大房子。我快升机长了。哎呦，那提前恭喜你们。可他前脚刚花光卡里的积蓄，陆航高层领导后脚就决定取消货运部，小程的师傅蔡总只能选择退休，而货运部剩下的几名飞行员的去处有待商榷。特别是女飞行员小程，因为所有的航空公司对女飞表示不屑，所以江总决定把小程转给别的航空公司。咱们可以推荐给有航的货运部。为什么？未婚未育啊！老布表示我是主角，我说了算。随即让他参加几天后的澳洲集训。不知情的小程接到消息后，立马赶来客运部面试，甚至直接要求老布给自己面试。顾部长，这是我的履历，请过目。有什么问题您随便问。
从小程的履历和他此时此刻的表现来看，都可以称得上一个顶级飞行员，但离机长的位置还差10万8千里，所以老顾只给了他一个观察员的身份。观察员？各位领导，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小程表示这不可能。江总见状，直接说道：“让他来一次模拟飞行，用数据来说话。那你就好好飞，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证明给他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第一副驾驶的位置。”考试一开始，江总就整点英才。牛群，接着老顾也让现场气氛嗨起来。左发失效。机长突发急性脑梗失能，由副驾驶接替机长工作。什么？起飞还不到3分钟，就发生了连电影都拍不出来的场面。关键时刻，小程把老顾踢出了飞机，让宋宋来接替主驾驶。准备重启，右发。升级失败。泸州8513报告飞行意图，你可以选择任意跑道落地。飞机现在飞不到机场了，准备场外迫降。然后选择了一处无人区的草地，用战地民族方式降落。虽然小程有点骄傲自大，但飞行技术确实了得。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居然真的迫降成功。宋宋，我们创造了奇迹。不过事后老顾还是喜欢鸡蛋里挑骨头，指出了他在操作过程中的错误。发动机损坏是不可能重启成功的，让宋宋把昏迷的机长拖出来，浪费时间；不断重启发动机，浪费时间。按程序，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程序不是死的，程序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鲜血浇筑。两人为此又大吵了一架。江总此时又想把小程赶走，老顾表示 no door。这个男人年纪轻轻就已经当上了航空部副部长，年薪100万爽翻天，追他的姑娘可以从我家排到南极，整个陆航空姐都非常喜欢他，但唯独一个叫小程的女飞行员完全不鸟他，还经常跟他干个痛快。钢铁指南老顾也只能遵从导演的意思，在领导面前动用主角光环把小程拉到科航部，甚至还安排他去参加澳洲集训。几天后，由老顾带队来到澳洲集训地，刚来第一天就遇到了这个曾败给自己的老外，两人假借握手之势疯狂试探彼此。眼尖的小程一眼就看出其中的不对劲。南丁哥的关系就是光，你8成是考不过了。为什么？眼盲2倍。 Still as strong as ever, huh? Same to you。来到这里后，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其他飞行员都只能默默接受，只有小程非要跟老顾死磕到底。我们是飞行员，不是军人，不需要严苛的纪律性。抹防晒霜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保护飞机安全，保护乘客。老顾看着小程这桀骜不驯的样子，内心是万分焦灼。从现在起，承销宋宋作为临时教员，其余学员抹防晒霜。飞行。经过几天的训练后，小程的弱势毕露，体能和反应能力都远远落后于其余飞行员。老顾为了防止他继续摆烂，便制定了一个末尾淘汰制的计划。如果小程还想留下来，那么就只能选择加油上进。可小程还是依旧我行我素，没事就跟一群男飞瞎扯淡，聊着聊着就把老外输给老顾的事传遍了整个训练基地，而这也间接的导致了对方上门找他。老外扬言要和老顾一较高下，但老顾此时已经可以完全碾压了他，根本就不想和他玩小孩子玩的游戏。比就比 ，Who scare who？部长，表面颜色看看。部长，表面颜色看看。看着身后吃瓜的群众们，老顾转头就赏了他们1万米，而小程也遭到了他的重点照顾。小程的小脾气也上来了，明明这几天亲戚找上门已经让他爽翻天，却还要和老顾继续杠。自律不是一味的苦练，要劳逸结合。做少了你要说，做多了你也要说。你给我设置一个高难度吧，比如控速不可靠、惯导失效。今天到此为止。那我自己来。这天他们和外国飞行员发生了矛盾，小程喜欢不避避直接动手。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You must make a formal apology for your remarks. Apologize now. You guys first. Why should we? You started it. You started when you came here. 我们忍你们很久了。一阵激烈的争吵过后，谁也不肯低头认错。我们下集接着说。Tough like their teacher.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我的，干什么？
You must make a formal apology for your remarks. Apologize now. You guys first. Why should we? You started it. You started when you came here.我忍你们很久了。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en Australia speak English? 你说中文啊？我说中文这是双方飞行员打嘴炮游戏。小程和老外们约定在集训结束的前一天来一场模拟飞行大比拼，谁输了谁就要享受冰桶游戏。几个老外爽快应约，小程表示必须把老外碾压到底。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玩命训练，一天24小时不间断。最离谱的是，还是亲戚来访期。在劳累和疼痛的双重折磨下，小程最终还是透支了。当老顾发现后，立马掀起了他过往沉重的回忆。他曾经的女朋友就是这样离开他的。事后，老顾立马把小程给送到了医务室。铁哥们倪战细心的发现，老顾的手在不停抖动，这种情况就表示他此时很紧张。可倪战只在老顾女朋友遇难那天才看到过，虽然他很好奇，但也没有戳破。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你慌成这样。事情失控了，我不太习惯。谢了。醒来后的小程又开始摆烂了，他让倪战骗老顾自己还在躺尸中。成效怎么样？哦，人刚醒。要6块。就是还比较虚弱。医生说要留观一下。晚上吧，晚点儿我帮你把他送回去。麻烦你了。不麻烦，回头请我吃饭就行。倪总，大好人。南亭这边可是欠了我一顿饭啊！电话挂断后，小程就跟着倪战去看航展，而另一边担心了一整天的老顾训在练结束后，马上就来到小程的宿舍，可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开门，结果还没走几步就看到了小程满载而归。单纯的老顾也没有多想。你下去啊？谢谢顾教员把我送到了医务室。身体好些没？好多了。不过当他偶然间在倪战那看到了同样的手提袋后，他立马顿悟了。这是航展上的袋子。对啊，你要一会儿拿着。愤怒的老顾马上就给了小程一封劝退信。小程看到后表示不可思议：“你想劝退我？不代表公司，只是我个人的建议。这过分了啊！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原因和建议里面写的很详细。你看我不顺眼，你尽可以用你的办法、你的手段。”不就是观察员吗？我就算再做10年观察员，我也绝不当逃兵。老顾这一做法成功让小程觉醒，小程把已经撕碎的劝退信重新粘好贴在墙上，让他时时刻刻监督自己。盲目、冲动，飞行员的大忌；自律、自控，飞行员的基石。对飞行要有敬畏之心，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是最可靠的保障。这天以后，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虽然也是很拼命的训练，可却极其的自律，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他都提前计划好。不久后，集训终于结束，临走前，小程如约和老外比试了一场，但他却不知道老顾让后台把场景换成了台风，目的就是为了考验他是否会重蹈覆辙。出乎意料的他竟然选择了放弃降落，而老外则是冒险降落。虽然赢得了比赛，但却输掉了一个飞行员的责任。面对老外的惩罚，小程愿赌服输，心里一点怨言也没有，因为他明白了一个合格飞行员该有的担当，而这也正是老顾所希望看到的。几天后，一行人回到国内进行最后的起降考核，小程以第1名的成绩获得了老顾的认可，看来升到机长指日可待了。我们下集接着说。整个陆航99.9%都是男飞，小程作为陆航唯一的女飞，一路走来可谓是艰难万分。身高只有1.6米的她是出类拔萃。通过。3个小时之后原地集合，宣布公司聘任结果。他本以为这次考试过后就能走上人生巅峰，可岂料在澳洲打嘴炮的视频被猪队友上传到了油管，一时间热爆了整个公司，高层领导纷纷让小程拿起箱子走人。这个程潇的情绪管理有问题，是很有问题。我记得当初面试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直接顶撞过你啊？但是江部长，在澳洲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进步。进步还不够，起码不够进入咱们陆航的客运部。
私动陆航的资源进行比赛，好勇斗狠，引起了国际纠纷。这就是咱们陆航需要的飞行员吗？承销的问题，我记得当初你一再坚持要等到改装训练之后再做处理，你现在是不是该有个结论了？老顾动用了主角光环，才给小程争取到了一个观察员的职位。严点也好，让他长个教训。蒋部长，你说呢？那就这么决定吧。那南亭啊，以后这个承销可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好。蒙在鼓里，小程还以为是老顾在刁难他，为此和他大吵了一架。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在场10个人，我理论考试第1，模拟机全优，我连体能我也没落下。是上午的考核我飞得不好吗？一次考核，一个起落，并不能决定你的位置。所以我到底差哪儿了？这回你是连借口都不打算给了吗？你口口声声说的认同呢？你的问题可以单独讨论，不需要占用其他人的时间。心灰意冷的他拿着辞职信准备说也不干了，结果半路上却被谢部长给拦住。他把昨天发生的事都告诉了小程。你连累的不止一个人，南亭为了保住你，主动申请处分，要承担全部责任。他明明就是他让我降级的。据我所知，这是南亭在陆航第1个处分，史无前例。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劝你，是希望你能够了解清楚再下决定。小程听后表示十分惊讶，他怎么也想不到老顾这货居然会替他被处分。虽然嘴上说着不要，可身体却很诚实。顾部长，视频的事情责任全在我，跟别人无关。听谢部长说，你也受到了牵连，你大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再给我加个处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有事？没了。排班通知收到了吗？收到了。CP 从这里开始打下了基础。现在机长做不成了，只能做观察员，累死累活也才那么一点工资。小程不得已暂停了他的装修计划，眼下快要交房租了，兜里却掏不出5毛钱。无奈之下，他只能发了一条邮件给房东。想不到的是，房东居然会是老顾。两人通过邮件交流已有7年，同时老顾也不知道女租客是小程。最后老顾给他免掉了3个月的房租。一时间，地主家的傻儿子在小程心中犹如上帝般的存在。而两人同住一个小区，可是却7年也没能碰着面，这种情节变得有点过分了呀。不久后，由老顾率领的787航班正式开着，其中就有小程的闺蜜夏芷，同时还有李宇恒。这妹子可是研究生毕业，放着国企外企不去，偏偏来当空姐。越是这样的乖巧妹子，越容易在社会上吃亏。初出茅庐的宇恒不幸被一个猥琐男看上，这家伙想摸她的艾斯，结果却摸错了人。对不起啊，哎，正好帮我来杯咖啡。好嘞，谢谢啊。本以为猥琐男会就此罢手，可没想到他竟然还想梅开2朵。我们下集接着说，女孩第1次当空姐就被猥琐男揩油了。此时的她是敢怒不敢言，猥琐男见空姐不敢作声，于是做出了更加离谱的举动。宇恒整个人都呆住了，年纪轻轻的他哪曾接触过这般行为？好在关键时刻夏至释放了打断技能，宇恒甚至都不敢看他一眼，只能委屈的来到机舱哭泣。宇恒，你怎么哭了？啊，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说，发生什么了？你别不说话呀，你快说。48C 刚才摸我。气愤的夏至直接找上猥琐男。我问你，你刚才对我同事做了什么？我做什么了我？就这个人啊，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性骚扰我仇人！啊！胡说八道什么呢你？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你现在去给他道歉！你哪地人你看见？两人的争吵很快就引来了乘务长等人的注意。他们先是找到宇恒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已经哭成泪人的宇恒说出了事实。屁股和腿。可眼下没有实质证据，于是机智的小程便打算忽悠猥琐男，让他自投罗网。他先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说空姐的衣服上有指纹，而且已经被提取下来，准备交给警方。猥琐男立马就怂了，他来到机舱后面当面向宇恒道歉，却殊不知小程已经把话音录了下来，然后转头就报了警。
不过也因此彻底延误了航班的行程。老布不分青红皂白就臭骂了他一顿。客舱发生任何问题，首先要让乘务长和安全员去处理，处理不了要第一时间告诉机长。你不是机长，不是乘务长，不是安全员，你是连观察员都不想当了吗？虽然猥琐男最后被带走了，可当飞机响起飞时，塔台却传来消息，机场因起大雾，所以要关闭。一众乘客瞬间坐不住了，几个小时就这么白等了，大家可都等着回家过年呢。有一位大姐的父亲在老家病危了，她必须要赶着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小程知道是自己的问题才导致了现在的局面，于是他忍痛给大姐买了张泉州到三亚的机票，一下子把福尔贝给透支了。票虽然是买到了，但去泉州的高铁却没了，而且现在这个时候也很难打车，所以他只能找到老布帮忙。太好了，你没走啊！帮个忙，帮个忙。稍等，我这边有点事情。你可不可以送一位旅客到泉州机场？现在。你又要去有什么事？现在只有你能帮忙了。他父亲病危了，他要去见最后一面。现在只有泉州到三亚的最后一班机，是一会儿11点35分的。现在机场大巴也没了，再叫车也来不及了。岂料导演让老顾今天不许开自己的车来上班。不过看着可怜的小程，老顾直接就租了一辆车，然后顺利把大姐送到了泉州机场。经此一事，两人的关系飞速上升。那你就牢牢的记住，之后我会全部弥补回来。行了，明天一早还要飞呢，我开回家还得2个小时，先这样了。哎，等一下。谢谢你，顾机长。接下来的1周里，大家和睦相处，可小程就喜欢吃饱撑的。飞行途中遇到强气流，容易产生剧烈颠簸。为了乘客的舒适，老顾决定绕飞，但小程却建议直接硬杠气流，毕竟他喜欢战斗民族式飞行。颠簸是我们的必修课。你是忘了后面还有178名乘客了吗？但还好吧，也不是什么严重颠簸。老布迫于导演要求，只能照做，这可把后面的乘客给颠得爽翻天，就连宇恒都差点晕机了。还好老布经验老道，迅速飞出强气流区域，才没让乘客们继续遭罪。是我以前没有载人的经验，以为这种颠簸对于乘客来讲也没什么严重。你们是飞行员，抗颠簸能力要远胜于普通旅客。我们不仅要保护旅客的生命安全，还要保护他们的心理安全，不能让他们感到焦虑和紧张。连续折腾了1周，大家都累得够呛，公司给他们放了1天假。啊，我帮大家去登记啊！这回公司订的通通都是海景房，而且公司还特批了一套总统套房，给我们大家准备年夜饭啊！老顾抬头看向海边，只见小程从摩托艇上跳下了水，在这一瞬间，旧时的悲伤回忆立马涌上了心头。曾经他亲眼看到心爱的女人溺死于大海，所以老布对大海充满了恐惧。见到小程许久都没有浮出水面，他着急地朝着大海跑去。水下！程晓！但此刻的小程玩得正嗨，完全听不到老布的呼喊。他生气地脱掉鞋子，朝着小程跑去。老布不管小程愿意与否，强行拉着他上了岸。有病吧你！谁让你游泳了？我结婚就不能游泳了？海里很危险，你不知道吗？万一出事了怎么办？能出什么事儿啊？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好，不可以在海里游泳，不可以骑海上摩托，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你凭什么管我？我是你教员。你只是我的教员，不代表你可以约束我的一切。小程的一番话让老布陷入了沉默。万一出状况，身体受伤了怎么办？你还想不想飞了？在你眼里，我跟一个发动机、一只鸡有什么区别？你不就是怕我坏了没法运作，给你带来麻烦吗？你是我的学员，我对你负有责任。我不用你对我负责，求你以后离我远点。两人刚建立起的微妙关系，在这一刻被海水冲刷干净。老顾在冲凉亭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是回忆却强行把他拽回了7年前。那时他还和大家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有着一个深爱着自己的女友。他就像蓝天上飞翔的鸟一样，自由地飞翔在广阔天空中。但也正是某次飞行事故，才导致了他们阴阳相隔。那天以后，天真的顾南亭随着爱人一起死去了，留下的只是一个空荡荡的躯壳。他严格要求自己，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要做到完美无瑕，所以才获得了无情机长的称号。但是自从小程出现后，他却一次又一次地为小程打破自己的规矩。因为上次的报警事件导致航班延误，有2位乘客对小程进行了投诉，其中1位还是白金 VIP。领导强烈要求让小程转到地勤组工作，就算老顾动用主角光环，也是无济于事。经公司商讨决定，
把你暂时派到地勤部学习。一个飞行员突然被降为地勤人员，只要是有尊严的人就不可能接受。小程这种自尊心极强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坚持了7年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他拿出了之前写好的辞职信，在沙发上整整发呆了1个晚上。第2天，他就把辞职信塞到了老顾的办公室，然后默默地坐上了电梯，准备回家。眼中的泪水已经在打转。当电梯门打开那一刻，他强忍着落泪的冲动走出了电梯，却还是不争气地哭了出来。无助的他给地主家的傻儿子发去了邮件：房东先生，很抱歉因为我私人的事情来打扰你，但我实在不知道能和谁说。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非常棘手，所以我打算辞职了。我记得你说过，你在做你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并不想左右你的决定，但你现在明显有疑虑，建议你再慎重一点。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但我希望你未来回忆的时候不会后悔。谢谢你，我想清楚了。地主家的傻儿子的鼓励让他再度燃起了希望，他赶忙跑回去想要拿出辞职信，可狼狈的一面刚好又被老顾给撞见。他只因说错了一句话，就从副机长降到了观察员，甚至最后只能来到地勤部门学习。一个优秀飞行员突然被降职到地勤，换谁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小程把这一切都怪罪到了老顾头上，他认定了就是老顾看他不顺眼。总有一天，我要让顾南亭亲口承认，我陈潇绝对有资格成为飞行员，成为机长。可他却不知道老顾每天都会来看他一眼。这段日子，小程起早贪黑的工作，非常害怕自己还会犯上什么错误。每天工作勤勤恳恳，虽然很累，但只要一想到总有一天能够碾压老顾，他又会瞬间满血复活。累了困了都无所谓，在脑子里幻想着怎么揍老顾。就这样一边努力工作一边认真学习，彻底没了当初那股骄傲的劲头。老顾也看到了小程的改变，他终于舒了一口气，接着转头就找到江总，要求他把小程调回飞行部。关于程潇的工作安排，你有什么打算？程潇啊，他去那儿有1个周了吧？怎么样啊？没出现差错。你看，效果还是不错的。既然已经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您看，是不是让程潇回到飞行部？毕竟他是飞行员。这就让他回来？可这货还在记恨上次小程举报他侄子的事，所以根本就不想过把小程调回来。老顾虽然十分生气，可谁让人家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天，小程却遇到了他老爸，他整个人都呆住了。小小，你怎么在这儿？这是流动性学习，交流一下工作。真的是学习生。是啊。天真的老爸居然信以为真，小程叮嘱老爸千万别告诉老妈，不然肯定又会逼着他辞职。搞定了老爸的事后，小程又赶忙来找到江老头，问啥时候能回飞行部。这老家伙正愁着怎么挑拨离间，结果小程自投罗网。于是江总反手就说是老顾不同意让他回去。顾部长是你的专属教员，有什么情况你是不是先去找他反馈一下，对吧？就这样，小程对老顾的仇恨都又增加了。失魂落魄的小程回到家里，发现妈妈已经知道自己被降职的事，然后母女俩又大吵了一架。陈潇，你还是听我的吧啊！赶紧跟我回去准备思考好吗？不，你想都别想，我不会辞职的，而且我就待在潞州，哪儿也不去。你别想控制我，我以后也不会再让你控制。小程本就在气头上，可老顾却在这时候打来电话，他立马就挂断电话，紧接着直接拉进黑名单。祸不单行，工作时由于航班延误，本是故障维修的问题，却被他说成了天气原因，这可是牵扯到赔偿的问题，所以他又惹到了麻烦。